停止相信华尔街过去40年里给你灌输的那个最大的认知陷阱吧。他们总是西装革履地坐在财经屏幕前，语重心长地告诉你，想要抵抗通货膨胀，想要在市场大幅回撤时保护自己，你只需要做好分散投资，买点指数基金，搞一个 60% 股票加上 40% 债券的传统投资组合，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简直是金融史上最荒谬的刻舟求剑。让我用一个极其冷酷的客观数据直接击碎你对传统理财的全部幻想。自2020年以来，全球流通的美元中有高达 45% 是凭空扩张出来的。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这意味着你手里拿的钱，你辛辛苦苦存在银行里的购买力，在短短几年内被无形的宏观之手稀释了将近一半。你看着自己的账户余额每个月多了几百块的利息，还沾沾自喜，以为跑赢了通胀，但实际上用来衡量你财富绝对值的那把尺子早就被人偷偷锯掉了一大截。而在你被舆论引导着去买那些连真实通胀率都跑不赢的传统固收债券时，地球上最聪明最敏锐的核心资本正在悄悄执行一套极其反直觉的底层配置逻辑。他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实物资产黄金和诞生在互联网时代最高弹性的数字资产比特币强行捆绑在一起，建立敞口。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将一个已经飙升至4700多美元，甚至一度击穿5500美元历史天价，拥有5000年避险共识的传统金属，跟一个近期测试过125000美元高点，动辄剧烈波动的新兴资产放进同一个系统里？因为华尔街的顶级机构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场针对普通人购买力的史诗级财富重分配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现在依然抱着单一持仓的旧思维，或者天真的以为持有现金和传统国债就能在接下来的系统性震荡中独善其身，那你注定会成为这场财富大转移中被动出清的流动性代价。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机构的底层牌局，深度透视这套被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完全忽略的另类抗通胀模型，教你如何在未来的市场博弈中不仅从容建立防御，还能把握阶层跨越的结构性机会。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过去的这几个月，看看表面的市场资讯到底释放了什么预期烟雾弹。就在最近，华尔街顶级投行伯恩斯坦发布了一份震动金融圈的报告。他们不仅预测比特币将在本轮周期冲击20万美元的惊人目标价，更是直接抛出观点，认为比特币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取代黄金，成为新时代机构资产配置的首选和企业财务管理的绝对标准。配合着加密资产价格的一路狂飙，这种新资产即将淘汰传统实物资产的单向叙事，在各大媒体和普通投资者群体中引发了极度的情绪狂热。无数的交易者开始置换手里的传统避险资产，甚至抛售底仓的黄金，将流动性全盘倾注进高波动市场，生怕自己错过了这场趋势接力。但是如果你真的全盘接受了这套新旧交替的对立叙事，那你就正好掉进了机构精心布置的逻辑陷阱里。你只需要透视华尔街那些真正掌管着万亿级别资金的巨头们在做什么，就会发现事实与表面的喧嚣完全是南辕北辙。他们根本没有在比特币和黄金之间做单选题，他们执行的是极其严密的双向战略锚定。比如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作堆叠式收益的衍生产品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量化机构推出的 100% 数字资产加上 100% 黄金的双核暴露配置。这是一种什么概念？机构利用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在一个资金池里同时维持对这两种资产的高额度追踪。顶级交易员们甚至在私下里坦言，他们把这套策略称为旧世界稀缺性与新世界稀缺性的完美合体。黄金的历史年化供应量增长永远不到 2%， 而比特币的年化新增甚至不到 1%， 且总量永远锁死在2100万枚。面对着深不见底的法币扩张，机构不仅没有降低黄金的权重，反而把黄金的战略地位抬高到了和数字资产同等重要的生命线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金融产品的创新，而是一场经过严密推演的底层逻辑重构。让我们继续深挖这背后的核心意图。绝大多数普通人对黄金和比特币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种非黑即白的竞争关系上。在传统观念里，黄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定海神针，是宏观不确定性面前最后的避风港，而比特币不过是缺乏实体支撑的高波动投机载体，是充满风险的博弈场。反过来，在科技信徒的眼里，比特币是重塑底层金融架构的工具，代表着流动性的未来，而黄金则是笨重低效的过时产物。然而聪明钱的眼中没有阵营偏见，只有冰冷的数学概率和资产相关性。
华尔街根本不在乎你是复古派还是科技派，他们只看重这两类资产在面对通胀肆虐和宏观周期切换时展现出来的极其互补的对冲特性。我们先来还原通胀的真实面貌。主流经济学家总是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胀，告诉你近期的通胀率只有 3% 或者 4%， 但这只是一个经过统计学平滑处理的表象数据，它剔除了很多真正影响你核心生活成本和资产购买力的变量。真实的通胀是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扩张。当全球央行为了缓解巨大的结构性债务压力，一次次按下印钞机的按钮扩大资产负债表时，那些增加的流动性并不会均匀普惠地分配给每一个人，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涌入核心金融系统，推高一切稀缺资产的定价。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的劳动收入永远难以赶上优质资产涨幅的底层逻辑。在这种真实通胀的长期侵蚀下，单一资产的防御力已经显得极其脆弱。如果你只配置黄金，你会面临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黄金虽然能提供购买力保护，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证明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但它的向上弹性相对有限。黄金不产生孳息，也不提供现金流，它的核心功能是对冲法币信用的稀释。当地缘博弈加剧或全球金融系统面临严峻压力时，黄金确实能够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掉市场的避险情绪。它可以在风险资产出现深度回调时稳如泰山，甚至逆势走强。黄金是你资产配置里的绝对锚点，只要有它在，你的基本盘就不会被宏观风暴击穿。但是如果你把全部的防御重心都压在黄金上，你会面临另一个隐性困境，那就是在流动性泛滥、央行极度宽松的周期里，黄金的温和涨幅很难完全覆盖货币扩张的真实速度。你看着账面没有亏损，但你的绝对购买力正在被那些持有高弹性资产的人远远甩在身后，这是一种隐性的购买力衰退。那么如果把敞口全部转移到绝对稀缺的数字资产上呢？作为基于数学共识的资产，它的底层算法决定了任何实体都无法强行增发。当宏观流动性开闸时，它就像是一个动力强劲的超级引擎，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过剩资金，动辄带来惊人的收益弹性。它是当下存量博弈时代里极少数能提供非对称收益潜力的载体。可是引擎再强，如果没有制动系统，在急转弯时必然会面临失控风险。高弹性资产的结构性弱点在于其极端的波动率，它可以在短周期内实现翻倍，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因为去杠杆而出现 30% 以上的深度回撤。对于管理庞大资产负债表的机构来说，如果单边裸露在高风险资产中，一旦遇到宏观政策的突然收紧或突发的黑天鹅事件，这种剧烈的震荡会导致严重的净值回撤压力。普通交易者更是如此，多少人在极端行情到来的那一刻，因为承受不住账面大幅缩水的心理折磨而恐慌性平仓，倒在了周期反转的前夜。这正是为什么顶级机构要在底层架构上把这两者紧密结合的核心机密。如果只拿着沉重的船锚，你会在流动性的盛宴中被远远抛下；如果只装着狂暴的引擎，你会在宏观风暴的巨浪中面临净值出清的风险。但如果把5000年的实物避险共识和最前沿的算法稀缺性融合在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在各种宏观象限里都能展现出极强韧性的结构性防御阵地。接下来才是更深层的博弈，请屏蔽掉市场上关于短线利好与利空的表面噪音，我们要直接透视全球大资金、量化巨头乃至主权财富基金的真实底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散配置策略，而是一场极具压迫感的系统性流动性转移。在当前的宏观牌桌上，全球金融系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困境，主要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已经累积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依靠传统的内生性经济增长，这些庞大的债务雪球已经很难实现自我化解。在金融演化的历史上，应对这种量级债务压力的终局手段往往是指向持续的货币扩张，通过推升名义通胀来变相稀释实际的债务负担。这是一个宏观阳谋，也是所有顶层精英心照不宣的系统性结局。但是信用体系的稀释绝不会是剧烈断裂的，它必须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漫长过程，期间必然伴随着政策微调和经济复苏的交替掩护。在这个宏大的宏观周期里，手握巨资的机构们面临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这个法币购买力长期下行的趋势中，把自己的核心底仓平稳转移到具备绝对稀缺性的资产壁垒里，同时利用市场的剧烈波动，完成对盲从者的系统性洗牌。
机构的打法极其理性和严密，他们深知普通交易者的决策往往被情绪周期所主导。当通胀数据阶段性回落，宏观层面释放出偏向宽松的预期时，市场就会陷入盲目乐观。人们拿着手里购买力承压的现金去追逐估值极度透支的风险资产，而此时机构的量化模型却在后台冷静运转。他们通过复杂的衍生品工具构建起严密的下行保护网，他们建立的双核对冲配置模型正在无视情绪，执行着极其纪律化的高频动态再平衡。想象一下这种策略的真实运作场景，当市场上出现突发黑天鹅，高弹性的数字资产在极短时间内出现深度的震荡回撤，这个时候盲从的参与者都在恐慌性平仓，发生流动性踩踏。那些单一重仓高风险资产的人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防线崩溃。但是持有这种双向锚定组合的机构在干什么？他们的系统不仅没有任何恐慌，反而像一台精密的齿轮一样自动触发了再平衡的买入指令。因为在他们的底仓里，黄金作为避险对冲，在危机爆发时往往逆势拉升，稳稳拖住了整个账户的生命线。机构就利用避险端提供的流动性和安全垫，在冰点时刻从恐慌出清的交易者手中从容接管极其廉价的高弹性筹码。反之，当市场情绪极度亢奋，利好连续发酵并突破关键阻力位，普通投资者在狂热情绪的裹挟下开始盲目加杠杆追涨入场的时候，机构的算法机制又会反向启动。他们绝不会去赌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绝对顶部，而是极其克制的在拉升的右侧将高弹性资产带来的超额溢价分批锁定，立刻转换成物理性质极其稳定的实物黄金，将其牢牢锁定在自己的防守底仓中。你看懂这套严丝合缝的配置齿轮了吗？聪明钱完全利用了高波动率去创造惊人的超额收益，同时利用黄金的低波动和避险共识来提供下行保护。高弹性资产负责在流动性宽松期攻城拔寨，掠夺全市场的溢价，黄金负责在宏观收紧期坚守阵地，平抑风险。他们用前者的爆发力去弥补黄金在多头市场里的收益平庸，又用后者的压仓时属性去化解前者的极端回撤。每一次市场情绪的极致反转，每一次大众投资者的贪婪与恐惧，都只是在为这台动态再平衡引擎提供流动性燃料。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财富正在悄无声息地从单一持仓者，从那些抗拒周期变化的人手中转移，并最终凝固成机构底账上极具抗风险能力的双重稀缺资产。基于这种底层逻辑，市场上甚至开始推演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极度防御博弈。有观点指出，面对深陷泥潭的债务系统，主权级别的资产负债表甚至可能在未来采取一种预算中性的信用重构操作，那就是直接对国库中的黄金进行账面价值的重估。要知道，许多官方机构的黄金账面价值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前几十美元一盎司的历史成本上，而现在的真实市价已经稳居4700美元，甚至突破过5500美元的恐怖天价。只要在会计准则上进行重估调整，这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瞬间就能释放出巨量的信用净值。随后，这股新释放的信用力量完全可以被用来战略性配置最前沿的数字硬通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把承压的法币信用、最古老的实物共识与代表未来的数字稀缺性强行锚定。一旦这种国家级别的底层配置重构成为现实，那将是全球财富格局的又一次大洗牌。在这场世纪洗牌中，手中没有掌握这两种核心稀缺资产的人，其购买力将被周期无情的降维打击。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在这个被巨额债务和持续宽松预期深刻影响的宏观世界里，最大的风险根本不是你持有的资产波动率过高，最大的风险是你竟然妄图在一个确定性稀释的系统里去追求名义价值的静态安稳。你的投资组合之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刻遭遇重创，你之所以总是感觉单纯的劳动收入难以跑赢真实的物价，就是因为你始终在用线性的思维去对抗这个充满博弈的金融周期。你被传统的理财叙事规训得太听话了，潜意识里对波动的极度排斥，让你在面临市场正常的幅度回调时，就会触发恐慌本能，迫使你交出底部筹码，换回那些看似安稳但实际每天都在隐性贬值的单一法币。你必须从底层彻底重塑你的交易心理学。在旧有的低通胀秩序逐渐瓦解、高波动新常态确立的混沌期，波动本身根本不是风险。学会驾驭波动，是你在这个时代进行财富防守反击所必须支付的认知门票。真正的防御，绝对不是把你积累的财富变成账户里一串随时面临信用扩张稀释的数字。
真正的安全是建立在不受单一主权干预、无法被轻易篡改的绝对稀缺属性之上。黄金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物理稀缺，比特币是共识与算法铸就的数字稀缺。核心资本已经把这两张底牌牢牢抓在了手里，构建了一套抗风险的结构性堡垒。当下一场宏观压力测试降临，当传统风险资产因为流动性紧张而大幅重挫时，掌握了这套双核配置逻辑的人，不仅不会陷入丝毫的恐慌，反而能极其从容地泡上一杯咖啡，观察量化系统在非理性的市场中执行低位建仓。每一次深度的市场出清，都只是对你认知升维的洗礼；每一次超预期的通胀数据，都只是在为你手里的稀缺资产做最强有力的宏观背书。我深知今天为你拆解的这套底层逻辑极其冰冷且反共识，它颠覆了你过去几十年学到的传统理财观念，甚至会让你在此时此刻对眼下的宏观局势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如果在周期拐点面前连直面规律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注定会被趋势的洪流所出清。你需要把对未知波动的担忧转化为洞察资本运行轨迹的锐利武器，不要再陷入明天大盘涨跌的无意义纠结中，更不要幻想外部政策会主动来捍卫你的钱包。你要做的是立刻转变视角，像顶级机构一样去思考，用宏观的格局去重构属于你自己的资产防御阵地。如果你不想在接下来的周期更迭中沦为被无情洗牌的流动性代价，如果你想持续获取真正看透宏观局势的深度推演，请立刻订阅这个频道，给这期视频点个赞，并开启小铃铛，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捕捉周期轮动与风险对冲的核心信号。同时，我也极其渴望在评论区看到你最客观真实的思考。请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面对这场长期的法币信用考验，你此刻更倾向于把信任托付给拥有5000年共识的传统黄金，还是更看重代表未来数字绝对稀缺的比特币？又或者你已经准备好去执行这套极具韧性的双向配置策略了？留下你的判断与见解，我会持续在后台为大家追踪最具价值的宏观变量。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留言互动，更是你在应对宏观变局前夜为自己定下的财富防御宣言。我们下期见。